你是否曾经思考过，对财富自由的渴望，恰恰可能是你无法实现它的根本原因？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认为，财富自由就是赚够一大笔钱，然后从此退休，随心所欲的生活。但如果这个定义本身就是个陷阱呢？如果这个你拼命追逐的目标从一开始就错了呢？《财富自由之路》这本经典著作的核心观点，足以颠覆你过去所有的认知。它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不是财富的自由，而是时间的自主权。我们最宝贵的资源不是金钱，甚至不是时间，而是我们每天都在肆意浪费的注意力。传统的财富自由定义是你无需为生活开销而努力，为钱工作的状态。作者李笑来也看到了这个定义，但他觉得这个定义远远不够，因为它完全没有指导意义。你反复读完，还是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直到有一天，他找到了那个能真正指导行动的关键。他说：“我们要的自由，最根本上从来都不是财富，财富只不过是实现自由的工具。我们要的自由，本质上是时间的自主权。”基于这一点，他给了个人财富自由一个全新的、清晰的、有指导意义的定义。所谓的个人财富自由，指的是某个人再也不用为了满足生活必须而出售自己的时间了。你看，这个新定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模糊的钱数，而是一个清晰的状态。它告诉你，实现财富自由的核心在于解决出售时间这个问题。在财富自由之前，我们每个人不管是在公司上班，还是自己做点小生意，本质上都在做同一件事，出售自己的时间。而我们一生的奋斗，从这个角度看，本质上无非是为了想办法提高自己单位时间的售价。这个新定义一下子就让问题变得可以解决了，它就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开了那个模糊的目标。你不再需要去问到底要赚多少钱才算够，而是开始思考一个更有价值的问题：我如何才能不用再继续出售我的时间？这个问题的答案，才是真正通往财富自由之路的起点。既然目标是夺回时间的自主权，我们手上最宝贵的可以用来交换的资源到底是什么呢？当被问到你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答案是时间，其次可能是金钱。但这本书告诉我们，这两个答案都错了。金钱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丢了可以再挣，它是可再生的。时间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奔流不息，本质上并不属于你，你只能试着与它做朋友，让它为你所用。你所拥有的最重要、最宝贵的，甚至可以说是你唯一真正拥有的财富，那就是你的注意力。这个答案是不是让你愣了一下？我们每天都在使用注意力，却很少有人把它当成是一种财富。但你仔细想，你人生中所有有价值的产出，无论是你学会的一项技能、写出来的一篇文章，还是你做成的一单生意，哪一样不是你投入了注意力的结果呢？可以说，你的注意力投在哪里，你的价值就在哪里。人生最大的公平，或许就在于每个人的注意力最开始都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你可以自己决定把它放在哪里。可人生最大的悲剧，也恰恰在于绝大多数人亲手把它挥霍在了三个巨大的坑里。他们身在坑中，却常常全然不觉，因为环顾四周，坑里人头攒动，他会觉得大家不都这样吗？第一个大坑叫做莫名其妙的凑热闹，这个你一定不陌生。今天哪个明星出了什么绯闻，明天哪家公司发生了什么变故，我们马上就成了最积极的吃瓜群众。我们刷着手机，贡献着自己的点击和评论，甚至在评论区和陌生人吵得不可开交。可静下来想一想，这些事情和我们的成长、和我们的目标有一毛钱关系吗？并没有。我们把最宝贵的注意力免费投给了那些与自己毫不相干的热闹。第二个大坑叫做心急火燎的随大流。今天听说内容创业是风口，明天听说人工智能是趋势，于是很多人就立刻心急火燎地扑了上去。他们忘了，任何一个机会都只属于那些早已准备好的人，那些在某个领域默默积累了10年的人，才是趋势真正要眷顾的主角。而那些心急火燎的人，因为平日里从无积累，最终只能成为趋势的炮灰，成为别人成功的红利。第三个大坑叫做操碎了别人的心。我们常常对那些离我们10万8千里的事情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关心。马斯克要不要收购那家公司？巴菲特最近又投资了什么？我们分析的头头是道，俨然自己就是运筹帷幄的商业奇才。我们替别人的公司发展而焦虑，替他人的家庭生活而担忧。用书里的话说，就好像是自己明明是泥菩萨，一条小河都过不去，却偏偏要操心别人的航空母舰应该怎么开。你看，凑热闹、随大流、瞎操心，这三个大坑几乎吸走了我们普通人全部的注意力。而当我们把最宝贵的财富拱手让人之后，会发生什么呢？作者李笑来在书里揭示了一个特别冷冰冰的商业模式，也是这世界上长期成功的商业模式之一，那就是把海量的、廉价的，甚至是免费的注意力集中起来，再高价卖掉。你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停留，每一次争论，都是在主动贡献自己的注意力。而这些注意力会被平台、媒体、广告商们无情地收割起来，打包成产品，再卖给那些真正需要注意力的商家。这就是广告业乃至整个互联网流量生意的本质。所以，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结论是：不珍惜自己注意力的人，最终注定是贫穷的，因为他们终生都在被收割。他们亲手放弃了自己最有价值的生产资料，自然不可能有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产出，又怎么可能最终变得富有呢？
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我们之所以无法夺回时间的自主权，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用错了我们最宝贵的资源。我们用黄金去换了一堆沙子，然后指望着沙子能帮我们盖起高楼大厦。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知道了注意力才是我们走向财富自由的真正资本，我们又该如何守住它，并且把它投放到能产生最大价值的地方呢？这背后需要我们从根本上升级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为什么我们会心甘情愿地掉进这些坑里呢？为什么我们明知道凑热闹、随大流、瞎操心没有意义，却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大脑的操作系统出了一点问题，它被安装了一些有漏洞的，甚至是错误的底层程序，而这些程序正在不知不觉地操控着我们的每一个选择。作者在书中分享过一段让他彻底崩溃的亲身经历。有一天上午，他听一个人讲了一番道理，觉得哇，太厉害了。到了下午，另一个人跟他讲了另一番道理，他又觉得哇，也太厉害了。结果晚上躺在床上一琢磨，他突然发现这两个人讲的道理根本就是完全相反、互相矛盾的。他当场就懵了，为什么两个完全对立的观点听起来都觉得那么有道理？为什么在听的时候压根就没发现他们是矛盾的？他得出了一个让他害怕的结论：原来我是一个完全没有判断力的人。这种被别人带着跑的感觉，应该很多人都有过。这背后真正的原因，其实就是我们大脑这个操作系统里最核心的部分概念出了问题。清晰且正确的概念是一切思考的基石。一个概念就像我们脑子里的一个程序，如果这个程序本身就是错的，或者充满了漏洞，那你基于它运行出来的任何结果都必然是错的。书里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语言对我们思想的反向塑造。比如，我们中国人身体不舒服时，有时会说自己上火了，但在西方人的语言和文化里，压根就没有上火这个概念。所以，一个外国人，他不仅很难理解什么是上火，他自己身体出现类似症状时，也根本不会往上火这个方向去想。你看，一个简单的概念就决定了我们如何感知自己的身体，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如果说上火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文化概念，那么有些概念的偏差，则会直接导致我们行动上的巨大错误。书里提到了分享这个词，大多数人认为分享就是把好东西拿出来一起享受，但这个定义是模糊的，甚至是危险的。作者李笑来给出了一个更精准的定义，那就是好东西必须是你自己的，然后你再拿出来与大家一块享受，那才是真正的分享。很多人把别人的盗版的东西拿来分享，还觉得自己很高尚，其实就是因为他们脑子里的概念程序是错的，他们混淆了分享和慷他人之慨。你看，仅仅一个概念的偏差，就足以让人的行为产生如此大的不同。那么那些我们用来构建自己人生的，比如财富、成功、成长、投资这些更重大的概念呢？如果我们对他们的理解从一开始就是一笔糊涂账，那我们的人生又怎么可能是一条清晰的通往目标的康庄大道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给自己的大脑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大扫除。听到洗脑这个词，很多人可能会很警惕，觉得这是个贬义词。但是作者李笑来在书里把它重新定义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正面的行为。他说，这个过程就像洗手洗澡一样，是个人卫生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每天洗手是为了清除手上的细菌，而我们主动的、刻意的去审视和修正自己脑子里的概念，就是为了剔除那些别人灌输给我们的，或者我们自己养成的错误观念。这才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态度。你必须成为自己思想的守门员，决定什么样的概念可以进入你的大脑，什么样的概念必须被清除出去。那么，一个经过了大扫除、升级过的更聪明的操作系统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高明的建筑师。首先，这位建筑师手里的建筑材料，也就是概念，必须是高质量的。他知道什么是承重墙的材料，什么是做装饰的材料。他手里的每一个概念都是清晰的、准确的、必要的。而一个思维混乱的人，脑子里只是一堆分不清是砖头还是瓦片的模糊的材料。其次，更重要的是，这位建筑师拥有一张清晰的建筑蓝图，也就是概念之间的联系。他知道哪块砖该放在哪里，哪根梁该如何连接。他能用这些高质量的材料搭建起一座坚固宏伟、逻辑自洽的大厦。而一个只有零散知识点的人，即便每个知识点都正确，他也只拥有一个堆满了优质建材的工地，那不是房子，随时可能被一阵风吹得乱七八糟。理解了这两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说聪明是可以练习的，因为它不再是一种神秘的天赋，而变成了一门手艺。你打磨概念的过程，就是在筛选和制造更好的建筑材料；你梳理概念之间联系的过程，就是在绘制和优化你自己的建筑蓝图。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如何才能不再把宝贵的注意力浪费在那些大坑里？答案就是你需要先成为一个清醒的建筑师，升级你对注意力、财富、成长这些核心概念的认知，为自己的思维搭建一个坚固的、高质量的底层架构。现在我们知道了，升级大脑操作系统的核心在于打磨每一个概念，这就像是我们为自己准备好了最顶级的建筑材料和最可靠的蓝图。那么有了这些，我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造策略，能让我们的人生大厦建得比别人更高、更宏伟呢？从小学到大学，我们被置于一个单一的评价体系里，那就是分数。在这个体系里，只有一个第一名，其他所有人都在他身后。你考了第二名很厉害，
但你前面还是有一个人。你考的班里中上游很不错，但你前面还是有10几20个人。这种单一维度的竞争是极其残酷的，因为无论我们怎么努力，最终能站上顶峰的永远只有一个，剩下的人哪怕同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只能无奈地成为落后者。我们的人生难道就是这样一场只有一个赢家的零和游戏吗？这本书告诉我们，不是的。那些真正厉害的人早就跳出了这个一根筋的思维模式，他们启动了一个可以说像是人生作弊器一样的策略。这个策略用几何学的概念来解释会非常清晰。作者李笑来在书里打了一个比方，如果说在单个维度上大家比的是长度，那么在2个维度上大家比的就是面积，到了3个维度，大家比拼的就是体积了。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提起奥运冠军，我们都会肃然起敬。但几十年过去，为什么同样是冠军，李宁和郎平这2个名字比其他很多冠军听起来更成功，影响力也更大呢？是因为他们跳得更高，跑得更快吗？不完全是，是因为他们在体育这个单一的维度做到顶尖之后，又主动为自己开拓了新的维度。李宁增加了商业的维度，于是他的人生面积就变成了体育乘以商业，这是一个巨大的面积。郎平增加了执教的维度，同样他的人生面积也变得无比宽广。你看，他们不再是跟别人比拼单一维度的长度，而是在用自己的面积甚至体积去和别人的长度竞争，这就是降维打击。作者李笑来自己就是一个这种策略的深度实践者，他在书里讲了自己当年在新东方的故事。他说，当年在新东方，比他发音漂亮的老师多了去了，词汇量比他大的也一抓一大把，更别说他一个学会计专业的，跟那些名校英语专业科班出身的老师比，学历上也占不到任何便宜。如果只在英语水平这个单一维度上竞争，他可能永无出头之日。但他不这么玩，他为自己增加了好几个新的维度。比如，他非常擅长总结考试的方法论，能帮学生高效提分。他还懂很多心理学的知识，能帮助学生克服考前的心理障碍。于是，奇妙的化学反应发生了。别的老师可能在英语专业这个维度上能拿到90分，而他呢，在英语这个维度上可能只有20分，在方法论上20分，在心理学上又是20分。这些长度单看都不怎么样，可是，一旦相乘，他的竞争力就变成了8000分。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这一下子就超越了那些只有90分长度的对手，所以他常年都是学生评价第一的老师。这个策略也完美的解释了我们生活中一个常见的现象：为什么很多时候那些在学校里成绩一般般的同学，踏入社会后反而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因为学校的评价维度太单一了，就是考试分数。而那些成绩一般般的人，他们可能被迫，也可能是主动的，在其他维度发展了自己的技能，比如社交能力、组织能力、商业嗅觉等等。当他们带着这些多维度的能力进入社会，这个更复杂的竞技场时，他们的人生面积自然就比那些只会考试的学霸要大得多。不过，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大家千万不要理解错了。多维度竞争力并不是说让你做什么都样样通、样样松。这个策略能生效，有一个绝对的前提，那就是你必须在至少一个维度上做得足够突出。你的面积和体积要想足够大，那么构成它的每一条边长都不能太短。你不能指望用几个2分、3分的维度去乘出一个惊人的结果，你需要的是在几个维度上都做到足够好，比如都进入前20%的水平。这就是从平庸走向卓越的秘密路径，它不是让你去和别人死磕长度，而是智慧的为自己增加维度，用面积、用体积去竞争。你一个人也可以活成一个团队。你学习了编程，你的团队里就多了一个工程师；你学习了写作，你的团队里就多了一个市场总监；你学习了心理学，你的团队里就多了一个首席产品官。那么，当我们拥有了这种多维度竞争力的作弊器之后，我们该如何把它应用到我们最关心的关于财富和事业的道路上呢？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它来升级我们出售自己时间的方式呢？你有没有想过，你赚钱的方式本身也像一家公司一样，有它自己的商业模式，而这个模式同样也分了369等。这本书就为我们清晰地划分了人生的3种个人商业模式，你在哪一级，很可能就决定了你的财富能到达哪个量级。第一种商业模式，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最熟悉、正在使用的一种，叫做一份时间出售一次。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上班拿工资或者按小时打零工。你工作1个小时，老板付你1个小时的薪水；你工作1个月，公司付你1个月的薪水。这是一种最直接、最基础的交易。这种模式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有，它的问题是你的收入有一个看得见的玻璃天花板。因为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一天就24个小时，你不可能通过无限加班来无限增加你的收入。同时，你单位时间的售价，也就是你的时薪，也不可能无限增长。一个行业的顶尖专家，他的时薪可能是普通人的几十倍，但也很难是几万倍。所以，只要你身处第一种模式，你的财富增长就注定是线性的、缓慢的，并且上限极低。那么，如何才能打破这个天花板呢？这就需要我们升级到第2种个人商业模式，同一份时间出售很多次。这是什么意思？作者李笑来在书里举了自己写书的例子，他花了9个月的时间写出了一本词汇书，这9个月的时间就是他投入的一份时间。
但是这本书出版之后，在10多年的时间里卖出了几百万册，这就等于他把最初投入的那一份9个月的时间，重复的、成功的出售了几百万次。你看，这一下子就打破了时间的限制，你的收入不再和你付出的时间直接挂钩了，你投入一次却可以收获很多很多次。一切的内容创作本质上都是这种模式。你写一首歌，每次被播放、被下载，都是在重复出售你创作它的那段时间。你开发一个软件，每一次被用户购买，也都是在重复出售你开发它的那段时间。而想要记住这种模式，它的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你必须能创造出有价值的产品，这个产品就是你多维度竞争力的结晶。你之所以能写出一本好书，是因为你不仅有写作能力，可能还有深刻的思考能力、强大的归纳能力。你之所以能开发一个受欢迎的软件，是因为你不仅懂编程，可能还懂产品设计、懂用户心理。你看上一部分我们讲的多维度竞争力，在这里就派上了用场，它是你进入第二种商业模式的入场券。到这里已经非常厉害了，但还有没有更高级的模式呢？当然有，第三种也是最高级的个人商业模式，叫做购买他人的时间之后再卖出去。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没错，我们平常说的创业、做老板或者做投资，本质上都是这种模式。一个企业家，他招聘员工，本质上就是在批发市场的购买员工们的时间，然后通过自己的组织和管理，把这些时间资源打包成一个更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再到市场上去卖掉，赚取其中的差价。一个投资人，他投资一家公司，本质上也是在购买这家创业公司这个团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时间使用权。他赌的是这个团队的时间价值在未来会大幅增长。这两种角色，企业家和投资人，他们都不再受限于自己的时间总量，他们可以利用杠杆撬动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人的时间，为自己创造价值。所以这种模式的财富创造能力是前面两种模式完全无法比拟的。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第三种模式离我们普通人也太遥远了吧？别急，这本书里最精彩的一个洞见来了。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不自觉地使用着这最高级的第三种商业模式。你有没有想过，当你花10几块钱点一份外卖，让外卖小哥帮你跑腿，省下你半个小时的做饭时间时，你在做什么？你就是在购买外卖小哥的时间。当你花钱请一位保洁阿姨来打扫房间，省下你2个小时的家务劳动时，你也是在购买她的时间。我们每一次付费购买服务，本质上都是在购买他人的时间，来解放我们自己的时间。可问题是，我们虽然在用，但用得非常盲目。我们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一种需要优化的商业模式来对待。我们买来的时间用去做什么了？很多人是用它去追了一集剧，或者刷了一会儿短视频，等于又把这宝贵的时间免费送给了那些收割注意力的平台。而真正聪明的人会怎么做？他们会把这些花钱买来的时间毫不犹豫地全部投资到自己的成长上去，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成长才能让自己更值钱，才能让自己有机会进入第二种甚至第三种商业模式。你看，这3种模式其实是一条清晰的进化路径，从出售自己的一份时间，到想办法把一份时间卖很多次，再到通过购买别人的时间来放大自己的价值。那么，在这条进化之路上，我们需要具备一种什么样的核心心态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未来，才能支撑我们坚定地走下去呢？这背后需要我们学会一种少数人才掌握的思维方式。在上一部分，我们看清了人生当中3种不同的个人商业模式，以及如何从一份时间卖一次的线性增长，升级到拥有指数级增长潜力的模式。这显然是一项长期的工程，需要我们持续的投入和成长。但就在我们准备好大干一场的时候，却常常被一个非常流行的、听起来无比正确的建议给捆住手脚。这个建议就是活在当下。我们听过太多这样的话了，要我们专注于此刻，享受现在，不要为未来而焦虑。这句话在某些时刻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丝安慰，但这本书告诉我们，如果你把活在当下当成人生的最高准则，那它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个没有过去做对比、没有未来做参照的当下是孤立的，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只盯着脚下的1亩3分地，你就永远看不到远方的地平线。用书里一个令人脊背发凉的词来说，这种状态叫做被困在永恒的当下。那些双眼长在身体两侧的低级生物，它们拥有360度的全视角，能看到周围发生的一切，但恰恰因为无法将目光长期聚焦于一处，所以它们永远发展不出更高级的大脑皮层。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些低级生物，被身边每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分散了注意力，最终被困在了原地。那么，真正的高手们，他们的思维模式是怎样的呢？这本书给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答案：他们不活在当下，他们活在未来。活在未来这4个字听起来特别玄乎，好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但实际上它的操作方法简单的令人惊讶。作者把它拆解成了几个非常清晰的步骤。第1步，你对未来有一个预测；第2步，你经过深入的思考判断，你的这个预测大概率是对的；第3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你开始笃信你的预测。注意，是笃信，而不是简单的相信。第4步，你开始提前按照那个未来会发生的结果来安排你今天的行动、选择和思考。第5步，时间流逝，未来真的到来了，并且它证明了你当初的预测是正确的。那么，因为你提前就按照这个正确的结果在生活，所以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你就成了一个真正活在未来的人。
我们来看一个作者亲身经历的故事。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作者李笑来还是一个初中生的时候，整个社会的主流论调还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他从一些书籍和杂志上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声音：知识就是力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他想来想去，认定这个道理是对的，于是他笃信了。他相信，在未来，脑力的价值一定会远远超过体力的价值。那该怎么办呢？他就开始行动了。在那个个人电脑还是稀罕物的年代，他天天跑在少年宫去学习和摆弄那台只能跑最基础编程语言的计算机。当时身边没有人理解，他觉得这东西有什么用呢？能当饭吃吗？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回头看他当年的预测，今天的我们看来简直就是常识。而正是因为他提前笃信了这个常识，并且用行动去践行它，他就在用知识赚钱这件事上领先了绝大多数人几十年。再举一个近一点的例子，2015年的时候，作者又做出了一个预测：互联网上免费的时代过去了，收费的时代即将到来，而社群会重新火起来。于是他开始跟身边的朋友说这个想法，但回应者寥寥，绝大多数人觉得微信公众号的红利期早就过去了，现在入场太晚了。结果呢，他不管别人怎么想，自己又一次开始笃信和行动。他开通了公众号，开始搭建收费社群。几年后的今天，知识付费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产业，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了他当年那个预测的亲身见证者。你看，活在未来并不需要你有什么特异功能，它需要的是你基于深度思考的笃定和基于这份笃定的践行。那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做不到呢？因为我们害怕不确定性。我们之前讲过，很多人追求100%的安全感，而未来本质上就是不确定的。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压上自己确定的时间和精力，这在他们看来风险太大了，所以他们宁愿活在当下，宁愿被每天的琐事推着走，也不愿意为自己的未来下一个坚定的赌注。但真正有趣的是，当你开始为未来思考和行动时，你的当下并不会被牺牲掉，恰恰相反，它会变得更有意义、更宽广。因为你知道，你今天敲下的每一个字，学习的每一个概念都不是孤立的，他们都在为你那个笃信的未来添砖加瓦。你的当下和你的未来被一条坚实的逻辑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现在我们拥有了这种着眼于长期的强大的思维方式，那么当我们把它应用到那个充满了短期噪音和剧烈波动的投资世界里时，又会发生什么奇妙的化学反应呢？我们先来想象一张图，这张图把人类的所有活动放在了一个光谱上。光谱的最左边是100%依靠技能的活动，比如下象棋、下围棋，在这里运气几乎不起任何作用。而光谱的最右边是100%依靠运气的活动，比如抛硬币、猜正反面，在这里你的任何技能都是无用的。我们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事情，比如工作、学习、开车，都更偏向于光谱的左侧。在这些领域里，有一个我们从小就信奉的真理，那就是天道酬勤。只要你努力，只要你勤奋，你就会有回报。你投入的时间越多，练习的越多，你的技能就越强，你就越有可能成功。这是左侧世界的通行法则。但投资处在这个光谱的什么位置呢？它无限的靠近右端，也就是说，在投资活动里，运气的权重非常非常高。现在镜像法则最可怕的地方就显现出来了。当一个在左侧世界里靠着努力勤奋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人，兴冲冲地带着他引以为傲的成功经验，一头扎进投资这个右侧世界时，会发生什么？他会发现，他越努力就亏得越快。一个勤奋的投资者是什么样的？他每天早上8点就坐在电脑前，紧紧地盯着盘面，看着 K 线图的每一个细微波动。他频繁地买入卖出，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他每天阅读大量的市场新闻，研究各种技术指标。他觉得自己真的太努力了，比上班还累。可结果呢？结果往往是账户里的钱，在他一次次勤奋的操作中变得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在投资这个镜像世界里，规则是相反的。在这里，努力常常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作者李笑来在书里给出了一个足以让99%的勤奋者震惊的结论：在投资的世界里，赚钱不靠努力，什么都不做，不仅是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最难做到的事情。所有的投资功课都应该在你掏钱之前完成，而一旦你完成了投资，最好的策略往往就是把账户关掉，忘了他去做点别的事情，去过好自己的生活。你操作的越频繁，你犯错的可能性就越大，你被市场短期波动影响情绪的可能性就越大，最终你被当成韭菜收割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那么既然不能靠努力，我们在投资世界里到底应该靠什么呢？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核心的刚需：避险。没错，投资的刚需不是追求高额回报，不是寻找刺激，而是想尽一切办法避免风险，尤其是要避免那个最大的能让你永不翻身的风险，那就是本金亏光，从此再无机会。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投资里，你的本金就是你的青山。好了，现在我们有了2个基本原则：第一，不能瞎努力，要学会什么都不做；第二，要以避险为第一要务。那么有没有一个策略能完美的结合这2点，并且简单到我们每个人都能上手操作呢？当然有，这个策略就是定投。所谓定投，就是定期等额的购买某一个或几个你长期看好的投资标的。
比如说，你决定每个月的1号都拿出1000块钱来购买某一只你认为非常有成长性的公司的股票，无论那时候它的股价是高是低。这个策略妙在哪里？它天然的帮你规避掉了投资中最难的一件事——判断买入时机。因为你放弃了判断，你用一个固定的频率，在一段时间内自动的捕捉到了这段时间的平均价格。股价高的时候，你同样多的钱买到的股份就少一点；股价低的时候，你买到的股份就多一点。长期下来，你的持仓成本会非常接近，甚至低于市场的平均成本。你不需要每天盯着盘面，不需要为今天的涨跌而焦虑，你只需要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一样，到点就买就可以了。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投资好像也没那么难了？别急，最关键的也是这本书最精华的部分来了。定投策略，它的关键并不在于定期，也不在于定额，它的关键在于你开始定投之前那个选择的动作。你的最终收益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达，那就是你的收益等于你投资公司的成长性乘以定投策略的效用。如果你选择定投的那家公司本身是一家没有成长性的公司，甚至是一家正在衰落的公司，那么你越是坚持定投，你的损失就被放得越大。这个策略对你来说就完全是毒药。所以，定投这个工具本身并不产生价值，它只是一个优秀的放大器，它能放大你最初那个选择的价值。只有当你把这个策略应用在一个你通过深入研究判断出它具有长期巨大成长性的标的上时，这个策略才能发挥出它躺着赚钱的魔力。你看，绕了一大圈，我们又回到了原点。投资这个右侧世界里，看似最重要的是运气，但真正决定你命运的，还是你在光谱左侧世界里练就的技能，你分析的能力，你判断的能力，你活在未来预测趋势的能力。现在我们有了目标，有了资源，有了心法，有了模式，有了着眼未来的心态，甚至还有了一套最基础的投资避险策略。可以说，我们已经完成了财富自由之路上的所有理论准备。那么还剩下什么呢？还剩下那个最朴素也最重要，连接了我们所有思考和最终结果的唯一工具——践行。在这一部分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先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的脑海里是不是也曾经有过，或者现在就正有着一些让你激动不已的想法？比如一个绝妙的商业点子，一个早就想学习的技能，一个渴望了很久的目标。你甚至为它做过研究，跟朋友讨论过，你知道它很好，知道它有价值，但是它现在在哪里呢？它是不是还静静地躺在你脑子里的那个以后再说的文件夹里？所以，这个最终的，也是唯一能让我们认知变现的工具，就是这本书反复强调的2个字：践行。在知道和做到之间，隔着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正是这条鸿沟，划分出了最终2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我们常常羡慕那些执行力强的人，但我们可能从一开始就误解了执行力。我们以为执行力就是想到了马上就做，是又快又好的完成，但这只是结果，不是原因。这本书给出了一个更底层的定义，看一个人的执行力强不强，就看他在做的还不够好的时候，会不会持续的做下去。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刻在自己的脑子里，因为它直接击碎了阻碍我们绝大多数人行动的那个最大的心魔——对不完美的恐惧。我们为什么会拖延？为什么迟迟不开始？因为我们害怕自己一上来就做得不够好，我们希望自己一出手就是大师水准，一开口就惊艳四座，一动笔就是传世名篇。我们希望跳过所有笨拙的、尴尬的、需要反复练习的初级阶段，直接到达那个光彩照人的完美终点。可现实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作者在书里坦言，他在2005年写下的第一篇博客文章，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就是屎。但那又怎么样呢？如果他因为觉得写得特别屎，怕别人笑话就停下来不再写了，那也就永远不会有后来的成长和成就。绝大多数人的失败都源于此，他们但凡觉得自己做得不够显摆，有可能被别人鄙视，就马上不做了。对他们来说，进步不重要，成长不重要，维持那个脆弱的面子才是他们真正的刚需。于是，他们永远无法体会到把一个技能练熟是多么幸福的体验，更无法理解一切的熟练都必然源于海量的笨拙的重复。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强调，我们必须平静地接受自己开始时的笨拙。面对一个新领域，我们就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跌倒是正常的，走得歪歪扭扭是必然的。那些嘲笑你走得不好看的人，他们自己甚至都还没敢站起来呢。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启动践行这个强大的引擎呢？答案是在行动中思考。很多时候，我们坐在书桌前进行了单纯的思考，能量是不足的，价值也是有限的。我们常说的纸上谈兵，就是指这种脱离了实践的空想。真正的认知升级来自行动和思考之间那个高速旋转的飞轮。行动会让你发现那些只靠想象根本无法预料的问题和细节，这些问题和细节会反过来刺激你进行更高质量的思考，而更高质量的思考会立刻改良你的下一步行动，让它更有效。这是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正向循环。许多宝贵的灵感、深刻的领悟，都只可能在你动起来之后才会发生。这是那些只是观望、从不参与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的秘密。所以，不要再以我还没想清楚为借口了。很多时候，如果你不开始行动，你永远也不可能产生足够深刻、足够有用的思考。成长这条路从来都不是看出来的，也不是想出来的，它是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